我们看对方进行了甚至夹颈的这种断头台的夹颈，直接把邱建良的脖颈夹在身上，根本就不打算在内围进行打击，不停的在使用搂抱战术和消极战术。我们看，让我们觉得不够正直。邱建良一直在表示抗议。21岁60连胜世界冠军点名挑战邱建良，仅凭这几个字眼便可断定这家伙一定不简单。年仅21岁就达到了别人一辈子都不可能达到的高度，打了半辈子拳的死神方便拼死拼活才勉强达标。他究竟是谁？为何年纪轻轻就可以如此厉害？此人便是来自摩洛哥的一位神秘富豪的大公子。除了有花不完的美刀，还有打不完的比赛。他从6岁便开始连胜，一路走来也算挺不容易的。乌烟瘴气的摩洛哥拳坛终于迎来了一道曙光，那便是中国战队大驾光临。邱建良领衔中国战队远赴摩洛哥拳坛参加比赛。身兼重大使命的邱建良定不会辜负祖国的信任与栽培。碍于邱建良在国际体育有重大突出贡献，他所打的每一场比赛都有专业人员在台下进行监督检查，以免发生意外，邱建良的人身安全遭到威胁。话就不多说了，来让我们欣赏一下邱建良的精彩表现。邱建良为了捍卫世界拳坛的和平发展，则是主动请缨领衔中国战队出战摩洛哥拳坛。尽管有被穿小鞋的风险，邱建良依然是义不容辞。不过这个神秘富豪的大公子非但美刀多，自身的实力也还算可以，毕竟从小便开始打职业比赛，没有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吗？时间长了，这个所谓的60连胜世界冠军自然积累了很多作战经验。比赛才刚开始，邱建良就陷入了1打2的局面。冠军非常强悍的对手。邱建良本次的比赛也是做了大量的准备。我们看邱建良在最近的比赛能给我们带来怎样的进步？邱建良在前一段这个比赛中啊，自己的这个斜插线8个方位的移动呢，前后左右、斜前斜后、斜左斜右的这个方式的移动呢，是非常让我们大开了眼界。他的脚步经常会侧到对方的侧面，而他的对手是这个长期受训于优秀团队的一个对手，亚奇伊拉利。邱建良后手前手扫踢，连续的进攻。俗话说强龙不压地头蛇，不过这个所谓的地头蛇实在是太过分了。年仅21岁就轻松斩获60连胜的人真的不多，放眼整个世界拳坛都找不到第2个亚奇伊拉利。为非作歹的伊拉利伤害到了某位选手的利益和荣誉，于是便向世界体育委员会提起了诉讼。结果邱建良就莫名其妙降临了。打着重模对抗赛的幌子，其实是在给工作人员收集证据的时间。邱建良还在找机会，扫踢啊，对方踢完摔倒了，失去了平衡，转身的后蹬，对方的摆拳及扫踢，高位的正蹬。扫踢连续的拳法，邱建良又不是什么大傻子，拥有火眼金睛的他怎么会看不出来其中的猫腻？在发起反击的时候，一旁的裁判很不老实，生怕邱建良下手太重打坏了伊拉利。等到伊拉利搂抱的时候，裁判才赶上前暂停比赛。这完全就是出于对邱建良的尊重，或者是敬畏在台下手拿记录仪的工作人员。从某种角度来看，邱建良一旦发起进攻，不是裁判介入，就是伊拉利搂抱防守。仔细看的朋友应该可以发现，对方一个跳膝，连续的进攻，前后摆拳。对方在进行内围控制的时候，邱建良并没有根据常规去逃脱对方，或者跟对方去对拍膝，而是选择了拳法的这个抡摆。吊他一下，不要急，等他坐定过去吊他，我对劲，本次邱建良这场比赛呢，也是得到了这个摩洛哥方面的巨大重视啊，他的对手也是为此备战了很久。对方的双跳。第2回合开始，不知道裁判是在保护邱建良，还是在限制邱建良发起反击。总而言之，就是一旦双方发生搂抱或者是内围缠抱，裁判第一时间就是扒拉邱建良，完全不给邱建良任何反抗和发起反击的机会。这不就是明摆着在给邱建良穿小鞋吗？不给邱建良进攻的机会，邱建良怎么赢比赛？此时此刻应该有掌声。伊拉利不去当演员可惜了，要么搂抱邱建良，要么主动倒地，反正就是不给邱建良进攻机会。除此之外，邱建良怎么样都行。结合把邱建良的头顶在后面这种方式，
作为泰式内围里边的一些小动作，这是游走于我们比赛的这个灰色地带。陈建良开始转身后摆，转身后摆，对方扫踢，小西，我们看对方非常有经验的在做一些主动的倒地动作。我们现场解说都发现了不对劲，难道在擂台上打比赛的邱建良就没有发现吗？此时的邱建良还能保持冷静的心态与伊拉利展开对抗，完全是出于台下拿执法仪的工作人员。毕竟邱建良此次去往摩洛哥打比赛，就是要帮助工作人员拿到证据。不过伊拉利也太过分了，联合裁判根本就没把邱建良当人来看，从比赛一开始就不给邱建良实施进攻的机会，他们真的太坏了。扫踢，邱建良连续进攻打击，对方马上进行内围的缠抱。战术上我们不能说对方有错，但是这样的方法的确是不失正直哈，有失正直的方式，连续打击。我们看对方又开始缠抱，这个时候应该我们的裁判是不是应该对对方进行一些警告？毕竟对方已经进行了大量消极的这种防守动作。亚奇伊拉利，小西右抱，我们看根本就不想跟邱建良进行过多的进攻。裁判对选手应该进行一些警告。低扫，邱建良想近身，打击前摆。这一脚对于邱建良来说伤害很大，要不是邱建良的抗击打能力强点，恐怕这一脚能直接把邱建良打晕过去。反应过来的邱建良刚准备发起反击，结果伊拉利又开始邪恶了出来。一旁的裁判也在观察邱建良的一举一动，真要是邱建良卯足了劲往死里打的时候，裁判就会挺身而出阻止邱建良，这不就是典型的只许观众放火不许百姓点灯。对方甚至完全不想跟邱建良去重创其锋芒。这场比赛邱建良打得很郁闷啊，自己根本发挥不出来。高位正当，裁判说不允许带摔。不要去整他肚子门，骗他坐，对，记住，打住，对，晃不晃？我们看对方直接把邱建良的脖颈。第3回合开始了，伊拉利堪称是影帝中的影帝，还没打2下就又开始主动倒地。然而邱建良想发起进攻却又无法发起进攻，邱建良打来打去打了这么长时间，一点优势没有拿到，甚至还被这两人在擂台上按在地上摩擦。对此邱建良一点办法都没有。为了限制邱建良发起进攻，伊拉利主动使出违规招式，一旁的裁判怕事情暴露，于是对伊拉利进行了一个口头警告。不够正直啊！对方还是很忌惮邱建良的爆发能力。扫踢，你看对方又开始进行搂抱，这个内围脚力的能力还是不错的。邱建良一定要找寻机会进行切线的爆发能力。我们看，在这个时候，邱建良真的太无力了，想进攻却无法进攻，想逃避却又不符合自己的性格。无奈的邱建良只好再次组织进攻，向伊拉利发起总攻，结果还是一样的，一目了然。伊拉利除了搂抱就是主动倒地，裁判直接摊牌了，不装了，连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都不睁了。整场比赛都在扮演一个瞎子在指挥比赛，在核心力量，也就是在本力对抗上，相对于铁英华方面的弱势。铁英华在面对对方的这种缠抱战术的时候，自己的本力的发挥会非常凶猛。邱建良一直在表示抗议，我们的确这个时候应该对方不停的在使用搂抱战术和消极战术。我们看邱建良把对方推开，哇！对方有一个正蹬腿，高位的扫踢。小川的这个腿法的确是非常的悬啊，但是被开了口。
一旁的裁判还算聪明，眼看邱建良失去了比赛理智，于是暂停比赛，劝说邱建良，顺便给邱建良处理伤口。邱建良打了这么多年的比赛，还从来没有受过这么大的委屈，这下摩洛哥拳坛要遭殃了。黑石都可以非要黑在国际擂台鼎鼎大名的邱建良，难道他们真不知道工作人员正拿着记录仪记录着这一切？然后又一个扫踢，拿了折扣。我们看对方只要弹踢，马上会就是主动的倒地。那这样的一场比赛已经结束了，我们来看一下最后裁判的判罚的。比赛终于结束了，邱建良也算是忍住了心中的怒火，打完了比赛。此场比赛伊拉利不仅违反了比赛规则，并且还违反了职业道德。更重要的是，他的演技确实得到了许多人的认可，纷纷劝说伊拉利不当演员真的是可惜了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最后这场比赛的裁判判定结果。最终伊拉利获得了比赛胜利。接下来请听邱建良对此次事件的看法。这一次的比赛真的是非常艰辛，但最后还是取得了胜利。我们出国比赛可能只能尽量来适应国外的这个场地、国外的饮食、国外的时差、国外的规则、国外的 special 规则。所以以后出国比赛的这些师弟们，希望你们一定要好好保护好自己，克制住自己的情绪，努力训练。